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武田窑的频道。我们频道呢，主要是做一些艺术相关的。那我们主要是陶瓷，那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陶艺或是其他艺术相关知识的影片。那武田窑呢，是我工作室的名称，主要呢是我跟我爸爸两位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我爸爸呢，他算是画家，我算陶艺家，这样跟大家区分会比较简单一点点。那我们工作室创作类型主要就除了我爸的水墨画之外，我们这边你看，我们有釉下彩，这是青花瓷。那这是我爸爸用画的部分。那我自己的部分，我主要是研究一个釉色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釉色跟那个胚体的造型去做一个搭配。那主要就是说，像汝窑、青瓷、钧窑、钧窑红、紫之类的，那我爸爸他以前就是在莺歌，他在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在莺歌那边有学水墨画，然后还有青花瓷跟釉下彩的这些绘画的技巧。那我爸爸已经画大概有60几年，应该是60多年了。那他其实非常喜欢画画，所以他专一去研究说画画这一块的技巧，他功力算是非常的深厚。那我们的青花呢，主要我爸这边他还是说如意禅枝是他一个非常喜欢也非常擅长的一个项目。那釉下彩主要是以花鸟为主。那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的是说青瓷跟汝窑是我一开始最专心去研究的，钧窑是后面再增加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我就是历经这几年展览，然后比较常碰到大众对陶艺的这块知识的盲区，就是说，第一个呢，主要是怎么区分陶器跟瓷器。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方式，就是说，所谓的瓷器呢，像日本瓷土，那陶器呢，就是有很多陶土，黄陶土啊、白陶土之类，都可以称之为陶器。那这是一个用土的种类去做一个区分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种是稍微会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是说用温度来讲，它有分土器、陶器、石器跟瓷器。那土器呢，通常都是600到900度之间，那陶器呢，就是从900到1150度之间，那石器就是从1150度到1250度之间，1250度以上都算瓷器。那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用温度去做一个区分的方式。那我自己的看法，看书上来写的话，我自己的想法是从1200度开始以上都是称之为瓷器。那瓷器也有分高温瓷、中温瓷跟低温瓷，所以每个人有时候会对陶器跟瓷器每个陶艺家来说啦，会陶器跟瓷器做区分，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跟论述。那以上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釉下彩。什么叫做釉下彩？这像我这边就是釉下彩。那所谓釉下彩，其实你就是可以直接从它的字上面去做分辨。有分釉下彩、釉中彩跟釉上彩。那所谓釉下彩，就是说我们像我爸爸这样子画的部分在釉药的下面，都称之为釉下彩。那其他那就是说，你先上了1层釉或是2层釉，你再画，然后上面又再喷一些釉，都称为釉中彩。那釉上彩呢，就是说你上好釉之后，再画在釉药的上面，都称为釉上彩。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说，青花瓷。所谓青花瓷是什么？其实青花瓷是一个这种作品类型的一个名称。那对我们陶艺家来说的话，就是说青花就是这个青花料，我们在画的这个颜色，你看了这个蓝蓝的这个颜色，我们都称之为青花料，我们就画它叫青花。那烧好之后，烧在瓷器上面，就叫青花瓷。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是画在白瓷上面叫做青花瓷。那不是画在白瓷上面，是不是叫青花瓷呢？其实这个是有观点的一些争论的存在所以说是每个人观点不一样。但是大家只要知道是说，这个都会统称为青花瓷，这样就可以了。碰到有人问说，老师，我们这个釉药上面呢，这个开的一片一片的，一条裂痕，这个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做开片，
就是开门的开，一片两片的片。有时候我这样讲，人家会说，这个不是冰裂吗？其实正确来说的话，冰裂算是一种釉药的类型。好，那冰裂它算是说，冰裂它算是一个美名化的一个釉药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开片很多层，它的釉药通常都比较厚，开的好像冰块里面的花纹一样，叫开成像冰裂一样，他们叫冰裂釉。好，那我们开片呢，通常是说像开片有各种形状，但各种形状每个人说它开的好像每个都不太一样，没有错，因为它会因为它的形状，还有釉药的配比，还有跟土的不一样，会形成不一样的开片。那为什么会开片？就是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土跟我们的釉药在高温降温下来之后，它收缩比例不一样，做一个压力释放的动作，就会开成这样一片一片两片的。那它其实呢不算是坏掉，它算是这种釉药表现的一种美感。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开片或是不要开片，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那也不会说因为开片了造成我胚体的损坏，其实不会，因为土呢，它烧完之后呢，它密度比较高，坚硬度也远比釉药还要高，所以这个只能算是釉药表面的一种做压力释放一种现象。好了，我们最近呢有一场展览，就是在彰化县鹿港镇的公会堂，那就在鹿港老街里面。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它在哪边。我们展览期间呢，从4月9号到5月4号，是我跟我爸爸的联展，就是罗平锦、罗文琪父子当代陶艺展欢迎到时候各位到现场去，我应该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现场了，可以帮各位做一些讲解啊跟介绍啊。那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帮我按下订阅。我接下来会分享很多跟陶艺相关的知识，或者美术相关的知识，可能都会分享。谢谢大家。